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卢锡安绝活哥的一个对线出装情况。对面的巴德没有带电型，像这个版本巴德带电型的很强势的，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就操作性就很大了，说明对面的巴德比较菜。这里的话找到机会先打一套，这里把对面的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牛头，玩牛头的玩家就可以看到。一级是学 W， 而是把对面的 C 位顶开，然后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，让对面的两个人的输出不能同一时间就是说打出很高额的换血，这样在对线的时候就会很舒服一点。然后这里的话没办法，巴德还是版本很强势的一个辅助哈。这里牛头 Q 闪，然后击飞以后顶回来，但兵线已经进塔了，比较可惜。前期的话，卢锡安伤害装备没有起来，还是比较吃装备这个英雄。这里的话被集火了，一定要往后退。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做反打，因为卢锡安是唯一一个在射手里面没有任何控制的英雄。他就是属于那种极致的输出。这里吃到了 W， 然后牛头帮忙去打个控制，让他对面消耗打不出来。这里的话，剑圣想着来抓上，但这种时机不太对，抓不了的。直接用大招打一个消耗，然后剑圣进场，这里控住两个，完美。巴德的大招控住，那这样的话，剑圣闪现出塔，完美的一个越塔。这里的话得往后退。像卢锡安的话，是每释放一个技能，它可以有那个连续平 A 2次的一个特效，平 A 特效。所以像 Q， 比如说你像第一个，你可以平 A 起手或者 Q 起手以后打一个超远程，然后平 A 2下，然后再 E 拉上去以后平 A 2下，或者 W 或者 E 起手也可以。这就得看你的一个手速够不够快，因为你在平 A， 你平 A 一下的时候，每平 A 一下，你的 E 技能会减 CD，
这里打上来，大招直接扫。这里打出线上优势以后，去帮队友，或者自己拿也可以。但这里的话，尽量给对面的给打野拿过来帮一下就可以了。主要是线上英雄还是吃线，就是吃兵线更吃香一点。这里又是 Q 起手，平 A 完以后加 E 再平 A。这里的话还好没有被对面巴德 Q 中。这里有盲僧，盲僧的话直接秒掉，但是没有蓝了，这里伤害肯定不够了，不能再打了，必须得往后退。完了还是被平 A 死了。刚刚就像卢锡安的话他是一个很吃蓝的一个射手，所以这样的话被越了。对面玩的也是很好的，对面巴德的大招，虽然说如果这局对面巴德带电刑的话，其实这一局的卢锡安前期是没有任何兑现能力的。牛头会玩，但他没有太多的注意队友是否有那个有没有蓝那些。这里的话直接来吃个蓝 buff， 这样的话团战的时候就不会缺蓝了。这里的话要利用这有蓝 buff 的优势去帮队友拿先锋，不然的话经济上面会炸掉。完了，又被那个瞎子吃了。这里的话就是绝活哥既又想去保中路，又想要那个，其实这里面就是绝活哥出问题了。既然已经去了，就要 all in 把那个拿下来。这里牛头，这里的话只能用大招去清兵线，把对面经济给扫掉，把兵线给扫掉，这样的话对面就没办法越塔了。这里的话塔被金身了，巴德一个平 A。像巴德的话，他的被动是无限增长的嘛，所以到后面的话伤害会特别高。但这边有剑圣后期兜底的，但现在估计够呛。还是得靠绝活哥自己吸起来。现在唯一有优势的，就是也不叫优势吧，没那么差的话就是双 C 位了。现在这里的话一开，吃个果子，回头看看怎么打，先把那个先锋给拿掉。像现在这种混战的情况下，一定要让牛头多吃一下兵线，因为像辅助装备的话，一定要叠满750层才可以那个进化成下一个装备嘛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肉会比较多，就是牛头会更肉一点。狗头这边的话因为线上对线的话确实不好打，应该不是那种主玩狗头的一个绝活哥，所以被压制也很正常。毕竟绝活哥还是比较少的，还是少数人。这里过来集火，直接一套，直接 EAWA 直接收掉。
我还以为他会大招嘞，然后没想到是以最稳的方式杀。这里的话看情况，直接大招扫，怕他不死，用大招来补伤害。但没想到他已经死掉了。这里的话 E 加平 A 触发那个火炮，狗头直接越塔了，这里一定要过来帮忙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了西兰刀的这个伤害，加上火炮的一个爆发伤害。这里的话 A 一下果子可以跟他对拼，拼不过的话直接 E 过来吃果子。这里的话你就要看情况交 E。卢锡安的 E 交的好的话，在团战你是很强的。这里的话直接不回了，等再打完一个团就可以拿个西兰刀那个破甲弓了。大青羽，这里的话龙一定要拿，现在有优势，一定要先拿龙。这里的话没买装备的牛头顶上去以后可以回家直接做大青羽了。这里喊队友别打，因为装备没有做出来。如果你这波打的话，等于又是自己劣势团，对面是已经更新过装备的。这里被消耗，哎，但是对面永恩过来了，送一个人头可以。对面巴德大招已经释放过了，空大了。这里的话只要追击就行了，队友顶得上。这里冲上去了，但这边盲僧在这边过来直接保一下打野，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拿大龙，节奏就好起来了。像刚刚那波小龙团如果打的话很容易出问题，因为你这边的话只有2件，对面射手是已经回去更新了，是2件半，多个半件。像狗头出兵杖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，反倒是3项，现在来说是一个真的很吃香的装备。因为其他装备在上几个小版本都很强势，但现在的话，只能说，哎，这里抓到一个巴德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有调整，有增强，但反倒是一个3项，一直保持一种很稳定的状态。那他装备就是大家就是强势的调下来，弱的调上来，但也没有就是弱的也没有强到很厉害。那反倒是3项一直没有调整的话，是吧？价格上面虽然说是偏贵一点的，但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。这里的话，这里牛头吃到对面巴德大招，直接闪现开团秒掉对面的 C 位，然后这里的话再回头把巴德收掉，有狗头在扛塔，完全问题不大。哦，牛头在扛塔，牛头有大招的话，免疫伤害扛塔完全没问题。这里没兵线了。只能去找个机会再下路。这里上来，对面还敢出来清兵线，直接秒掉对面的发条。这里永恩没有风的，像这种没有风的永恩，你完全就不要怕他。但如果说对面是那种能一直攒着风要 E 过来给你一个 Q， 然后再接一套技能的那种永恩，你就一定要小心。要提早做金身去 counter 他的那个，就是去规避一些他的伤害。你看这种永恩就是E上来，他没有 Q， 就那种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很 low 的，就是个垃圾永恩。所有玩永恩的玩家高手啊，都是永远会保证自己有。就是尽量让自己满足有那个风的第3段 Q， 去打伤害或者说去做逃跑。
像这种情况下，有时候蹲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反向放个 W， 然后保证自己有连续2下平 A 的一个小爆发伤害。这样的话，拿到大龙，直接可以平推了。当然，对面清线能力其实不差，有那个性命师的一个操作的话，还是没那么容易推塔的。这里大招往后拉了，所以没伤害没打全。这里被巴德限制住了，还吃到盲僧的大招，我去！那这样的话打不了了，必须得往后退，掉了2个人，2个前排都掉了。你看这里面出装的话，他第5件反倒是选择做训刃。训刃怎么说呢？能让伤害打得更多，因为卢锡安吃到减 CD 的话，可以无限技能，无限 E。这不过这也得看情况，起码你打团战的话，在就是简单的一个团战里面能打出3到4个 E， 这是3技能位移技能，那卢锡安来说是很吃香的。你看吧，这里面的话反向 W， 而不是去暴露自己位置，去蹲一下别人，打个小爆发，其实挺好的。那这里的话回去做训刃。推不进去的话，队友的话发育并不是太好，所以推不进去就只能说打远古龙最稳的这种玩法，因为队友一直在给机会嘛。这里位置只要那个距离够了，就可以溢上去，通过火炮的位置。这里发现对面都不在这边，那可以直接过来 counter 对面的发条。完了，被找到机会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主要是没秒掉对面的发条，对面发条真的好谨慎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技能都交完了的，所以剑圣其实收割很舒服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局就轻松的拿下了。对面剩一个盲僧是守不住塔的。好，
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